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今天分享无糖无油法棍面包的做法。很多不喜欢吃高油高糖面包的朋友可以试一下这款面包。我感觉法棍啊，就像中国的馒头一样，就是一种很普通的主食，做好做坏都能吃。好了，话不多说，那接着就来分享这款家庭版的法棍面包的做法。首先来看配料，特别的简单，面包粉或者是质量稍微好一点的高筋粉500克，接着放入5克的高活性酵母粉，把酵母和面粉简单的搅拌一下之后，加入8克的食用盐。法棍面包的用水量比较大，大概要加入400克常温的水，分2次加入。用水量比较大，特别的粘手，这一步啊，给它搅拌成一个面团就好。搅拌到这种特别粘稠，面盆里啊也没有干面粉了，就取过来一张潮湿的笼布盖在上面，放在冰箱里冷藏发酵半个小时。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种方法，面团在冰箱里冷藏发酵半个小时之后取出来，取来一碗水，手指上蘸上水，然后不断的拉扯这个面团。这里啊就不删减镜头了，方便朋友们在操作的时候啊参考。现在的天气啊比较热，做这款面包的时候啊，这个面团要放在冰箱里冷藏发酵。如果是冬天，就可以放在室内发酵。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啊，可以多放2克的酵母。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天晚上和好面之后，放在冰箱里冷藏发酵1夜，第2天来制作，这样就不需要用这种方法去扯这个面团了。大概是扯了有半分钟，再盖上刚才那张笼布，放在冰箱里啊冷藏发酵半个小时。这一步在操作的时候要操作2到3次，以操作2次为例，就是说要扯2次面，在冰箱里冷藏发酵3次，最后一次醒发到体积翻倍，之前的2次醒发半个小时，体积比最初的状态要翻1倍就醒发好了。里面撒上少许的干面粉，案板上也撒上少许的干面粉，然后把这个面团在盆里扣出来。用刮刀辅助一下，特别的粘手，不要让面粘到面盆上。然后再撒上一层干面粉，保证面团不要粘手。特别的粘手啊，不要去揉，用摊的方式啊给它规整一下，然后就像叠被子一样给它叠起来。把面团里的气体啊，用这种方式啊，简单的排一排，然后取来刮刀，把这份材料给它切成3份，因为要做3个法棍面包。把切好的这个面团放在烤盘里面，然后放在烤箱里，用自然的温度让它再松弛半个小时。面团松弛好以后就简单了，把面团取出来，用按压的方式来制作。这一步啊，同样是没有太大的难度，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做面包的手法。制作的时候啊，可以多撒上一点干面粉。最后把面团规整成这样的长条状，放在这个有凹槽的烤盘里面。这种烤盘烤这样的面包啊，烤出来比较好看。烤盘的尺寸是39厘米乘以24厘米，也可以根据自己烤盘的尺寸和类型调节面包的大小。把面包放在烤箱里啊，醒发到体积7、8分满，就是体积膨胀70%到80%，然后取出来，用这样的小刀片在上面划上几道划痕来做装饰。趁着这个时间，可以先把烤箱预热上。在家里来烘烤这款面包啊，不太好制作。这里啊有一个小窍门，比如说我们在预热烤箱的时候，里面可以放一个耐高温的盘子，用来做披萨的盘子就可以放在下层的加热管上一块来预热，以上火220度，下火220度来预热10分钟。预热好之后，把面包放在烤箱的中层。放入面包之后，把一块预热的那个烤盘里面加入半盘的热水。需要加入热水，大家不要加入错，加入的时候需要注意安全。
加入了水之后会产生大量的蒸汽，要迅速的把门关上。这个时候就开始计时，烘烤18分钟之后，把这个盘子取出来，然后再烘烤12分钟，共计30分钟。那到这里一款家庭版的法棍面包就烤好了。虽然说材料不多，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各个环节的细节。法棍面包做出来是比较硬的一款面包，这种面包搭配一碗高汤还是非常棒的。比如说烤鸡或者是炖肉，我感觉特别的适合。好了，那今天的这期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和时间点也备注在了视频下方的备注栏。